感谢收看由杰利亚独家冠名播出的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爱情保卫战，爱要有你才完美。关注杰利亚活动，关注聚划算，就有机会赢取杰利亚官方旗舰店提供的爱琴海双人浪漫之旅。本栏目由娃哈哈戈瓦斯特别赞助，本栏目主持人服饰由兰蒂高级定制友情赞助。接下来让我们欢迎著名节目主持人涂磊涂老师，世纪佳缘的高级副总裁曲伟曲老师，著名节目主持人马丁马老师。今天我们请到的明星夫妻是著名演员孙茜、蔡远航夫妇，欢迎他们。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第一对嘉宾朋友在他们的爱情道路上碰到了怎样的困惑。各位请。我跟他是2年前在一起的，可能是因为我首先对他产生的好感，主动追求的他，所以在我们俩的感情里，永远都是我为他付出的多，我对他的爱远远超过于他对我的爱。他特别小心眼儿，我跟朋友出去玩，给朋友打电话说一些关于我们的事情，他都会生气不开心。他对我的事情从来都不上心，然后反而对朋友和哥们儿之间的事情更上心。在当我和他的哥们儿同时需要他的时候，他永远抛下我，然后去先找他那些哥们儿，先帮助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兄弟，难道他真希望我跟这些朋友绝交他才满意吗？我觉得我们俩的矛盾愈演愈烈，都是因为他的这些哥们儿。我觉得在他们面前，我就是个笑话而已。现在他又因为我的朋友要跟我分手，我觉得他真是不可理喻。如果他还是以这样的态度来面对我，我想我们俩没有必要再在一起了。难道哥们儿比爱情还重要吗？在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来，掌声有请这对情侣。男主人公小雷25岁，来自黑龙江大学在读；女主人公瑶瑶22岁，也来自黑龙江，也是一位在读的大学生。来，有请两位。25岁，大四，21岁读的大学。之前在国外留学了一段时间，之后又跟父母在外头做了一会儿生意什么的。父母还是希望我能上学，我就听父母的话，然后现在就回到学校继续上学了。小片里说是你追的他是吧？对，我先对他产生的好感，然后就加他各种联系方式，每天从早上起床一直聊到晚上。怎么就第一印象就产生了好感了呢？第一印象感觉他人长得还不错，脾气也特别好，挺温柔的，我就挺喜欢他这种男生。你当时知道这女孩在追你吗？一开始不知道，后来有一次，他给我过了一次生日，当时特别感动。他身边有很多朋友，对他来说很重要。然后我就提前叫上这些哥们儿，然后又叫上我的朋友，提前买了一些装饰用的玫瑰花、蜡烛，从早上就开始布置。晚上的时候我就说，带他去个地方，他就去了。去了之后一开门，然后就所有朋友给他唱歌，然后他看到那些玫瑰花还有蜡烛就很感动。当时就好了，当时非常惊喜嘛，但是然后平时他对我也特别的好。我们俩刚认识的时候是一起打工，一起做兼职啊。然后有的时候中午吃饭我就没吃饱，男生嘛，完了他就出去给我买挺多好吃的。我觉得一个女生对我这么好太难得了啊！我就叫上我的朋友啊，还有他寝室的人啊，一起帮忙。我在他楼下摆了一个心形，用蜡烛，然后又跟他说：“我说我挺喜欢你的，咱俩在一起吧。”我本来就喜欢他很久了，然后自己喜欢的人突然跟你表白了，我就答应了。刚在一起的时候，每天都很甜蜜很幸福，但是慢慢我就发现他有个毛病，就是我很难忍受的他就是身边那些好哥们儿，他总把我们之间的一些事儿跟他们讲，不论是我俩生气时候的也讲，然后我俩幸福的事儿也讲，然后包括我的一些私密的问题他也讲，我觉得有点变态这样。也没说什么的，真的说了。有一次我去商场买内衣，碰着他们寝室老五的女朋友了然后他女朋友就是我在买的时候，他竟然连我的尺码都知道。我说你怎么知道这个呢？然后那女生说，我不但知道你这个，我连你腰上有个胎记都知道。我说这种事儿你从哪儿听到的呀？然后他就说我听我男朋友说的。他男朋友不就是你们寝室的吗？那不是你说的还能我说的呀？大家吃饭喝酒聊天是吧？咱们都是男的都知道，你说喝酒聊天就是喝多了吗？什么都说。但是不是所有人喝多的时候都把这个往外说呀？那你知道你那些哥们儿的女友的这些？
那人都不说，你自己往外说什么呀？当时喝多了，顺嘴一说。他总是说自己是顺嘴一说，但是他当我面也说过一些不应该说的话。我俩一起出去旅游，晚上挺晚了，10点多可能才到住的地方。他一进门就开始给室友打电话，都在说我们俩今天去哪儿玩了，我俩在哪儿照相了，又看了什么。寝室的好朋友嘛，他们也没来过，给他们介绍介绍，顺便秀一下我俩甜蜜。不是这些秀甜蜜我也喜欢，但是你不用什么都往外说。他竟然给你打电话说，哎，你知道吗？我跟他在一起2年多了，我今天才发现他有一个毛病，就是他上完厕所竟然没洗手。你说这谁能受得了？这种事你往外说什么呀？这不是因为喝多酒了吧？闲聊嘛，大家聊天嘛，你都是好朋友，你说什么都行嘛。我就觉得在他朋友面前，我就好像一个就什么秘密都没有，就是透明的人，是个笑话。就是我跟他们一起也聚会过几次，我感觉我每次一去，他们就好兴奋。他们那些朋友竟然连我俩第一次约会做了什么，在哪儿，我俩第一次接吻是怎么发生的？第一次接吻是怎么发生的？哎，这个我特别喜欢跟别人说，真的。你看看这种状态。我俩处了一段时间嘛，然后我就约他去看电影。正好就是电影里面接吻了，我寻思这好机会。行，能不能不说了？就是在朋友面前一说，然后来这儿了还说，你看他那一脸兴奋的样子，我都知道他在朋友面前什么有多猥琐。你们主持人是不是很好听上去？嗨，感觉特别特别甜蜜啊！到他这块这点事儿就不能跟别人说。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你其实，在跟你的这些朋友分享这些点点滴滴的时候，是想告诉大家你有多幸福，你的女朋友多好。我真的很喜欢他，所以跟大家说嘛。我觉得他要是分享那些甜蜜的话，你可以说我对他有多好，生活上对他有多照顾，不至于把这种问题也往外说。这种2个人事情，就2个人在心里回味就可以。为什么非得跟他们分享？我跟他谈恋爱，又不是跟那些人谈恋爱。这件事我俩吵过好几次，然后我也跟他道歉了。他对这种事情很上心，但是对于我们俩在一起，比如说什么1周年啊、1个月啊这种纪念日，他都不记得。那些事情对他来说比较甜蜜，你周年觉得不甜蜜是吧？那也不是，周年的时候，哎呀，反正就是当时真的没注意这些事儿。他知道我喜欢打球，然后给我买了一双我挺喜欢的球鞋。他说：“是咱俩一周年了吗？”我说：“啊，1周年了，太快了，我都没注意这些东西。”挺正常的。谁听了能开心？他不但就是记不住这些，然后就是情人节他也不记得。那你说满大街都在过情人节，他不知道吗？那天我不是陪你出来玩了吗？那也是我给你打的电话，我约你出去，我说咱俩出去看个电影、逛个街，然后你才出去的。出去之后还问我说，这怎么今天这么多卖花的呢？我觉得怎么问这么傻的问题？我说因为今天是情人节。他说啊，情人节呀。我说你在那什么呢？这是你男朋友应该有的态度吗？情人节一个外国节日，你过它干啥呀？就每次他都这么有理，就觉得啊那些周年纪念我不会查着日子跟你过，然后那个情人节这些是外国人的，你中国人不应该过。那起码我生日你应该能给我过过吧？就生日在一起2年就没记对过。我没给你过过吗？上次谁给你过的啊？你记对过我生日吗？提前1周就给我发短信说祝我生日快乐。我给你打电话，我说今天是我生日吗？你是不是发错了？他那意思是倒计时。对。他不是这么说的，他说记个大概就行了呗，非得正日子干嘛呀？现在问他也不知道，我生日是哪天他不知道。12月份。我生日是1月份，根本就不是12月份。农历吗？12月份吗？我生日什么时候他不记得。但是我问他，我说你跟你这些室友啊，还有好哥们儿，你们一起组建这个篮球队哪天建立的呀？就立刻能回答出来。现在问他也知道。天天都跟好朋友在一起，谁都能知道。就是说明朋友对他来说比我还重要。那倒不是，肯定不是。朋友重要还是他重要？都重要。我跟他逛街，在商场里，你说挺开心的，2个人出去约会。然后他朋友打个电话，他就走了，就把我自己一个人扔商场了。朋友打电话跟我说3缺1，你人等挺着急的，我能不跟人？什么3缺1呀？麻将，周末出去跟朋友打点麻将，我也不能每个周末都陪他吧。朋友找我玩，人3个人等着我。还有特别过分的事吗？我们俩的矛盾升级都是因为他朋友。我跟朋友聚会到很晚，然后我说你来接我一下行不行？我今天到挺晚的，我自己有点不太敢回家。然后他就说别的女生也都照样走，就你不行啊？你怎么那么特殊呢？就你那么娇贵啊？你就是伸手打车，小学生都会伸手打车吧？你不会，用我教你吗？就是每次他都这样一个态度，你说让我怎么
原谅他，然后我就生气了，他要是来安慰安慰我哄哄我，可能我也就不生气了。但是结果他派过来他的所有那些兄弟啊，一顿质问，就是打着调解的旗号在那块质问我说，你怎么那么能编呢？谁派他们去了？人看咱俩正在火气上呢，见面又吵，吵了又分手。他们怎么那么好心，每次都过来呀？我好朋友啊，人家关心我，然后到你那块就不对，什么都不对。对，我就是跟你在谈恋爱，同时也跟你一群哥们在谈恋爱，有问题也得他们来过来哄我，私密他们也都知道。他朋友就在那质问我说，他那么好一个人，你怎么总是这么不满足呢？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呀？我的目的就是我父母在北京，希望我毕业之后去北京工作，但他希望我留在哈尔滨陪他一起奋斗。每次都把我扔下的人，有什么安全感让我陪着他一起奋斗呢？我觉得去我父母那儿应该对我来说是个更好的选择。是已经想好了要去北京，还是说如果他改变，他给你足够的安全感，你也不排除留在哈尔滨？也有这个可能，因为毕竟开始是我先喜欢他，所以说在我俩的感情里，我对他的爱远远要超出他对我的爱。好，你怎么个想法，兄弟？当然希望他继续留下了。你说大学毕业了，这些好朋友都走了，身边只剩下他了，我肯定会有更多的时间陪他呀。他就等不及了那种状态。就是他朋友都走了才能轮到我，我就是始终处于给他们让地方的那种。你心里有他吗？当然有他了。如果要没有他，我今天至于来这个节目，就是希望挽留他吗？一定不去北京是吧？我就是希望能在就是自己家这边做点什么，毕竟说那边人生地不熟的，在这边我就是他如果一定要求你说你陪我去北京，你会怎么选？这个我没考虑过。不是，你现在考虑一下，面对一下。现在的想法还是想留在这边啊。我真的希望他留在哈尔滨，他也很喜欢这边。就你希望什么都合你的心意是吧？如果他留下了，你还是割舍不了跟朋友那些感情怎么办？到时候朋友都也不能像就是平时在学校啊，在哈尔滨这么随便玩了。看起来是一些爱情和友情之间的冲突，实际这个背后可能还藏着更大的东西。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听我们老师们的一些意见，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觉得也许是你的女朋友真的对你太好了。今天回家以后，你好好问一下你自己，你是不是曾经害怕失去你的那些兄弟们，但是你从未担心过会失去你的女朋友，一如你的父母从小从你生下来就对你那样好一样，所以你都从来没有担心过他有一天会对别人这样好，会再也不理你。那个时候后悔可能再也来不及了。女孩子忍耐力是很强大的，她可以一直忍你的缺点，当有一天她崩盘的时候，抱歉没有了，你回家一定要好好去思索，这样的一个女朋友很难碰很难碰，要珍惜。在你们两个故事里，我觉得你更像个女孩，一直是那种被呵护再索取的那样的一个角色，尽快的成熟起来。我听他们在讲这个小儿女情长的故事，沉浸在自己大学的回忆中。我和我的大学一个特别好的哥们儿，我们俩在食堂同时看上了一个漂亮女孩，我们俩就坐那儿商量，一边吃着红烧肉一边商量，你追我追啊？他说你追吧，我说哎呀，要不你追吧？他说那行吧，然后就他追了。当然追到手之后必须跟我们分享这个女孩的哪儿好啊，有什么特长啊，这是大男孩之间特有的一种炫耀。接下来咱说点大事儿。毕业以后面临工作选择的时候，朋友是可以分隔两地，10多年不见，见面依然像手足一样。但是男女两人不可能分隔，而且能保存那种美好的感觉。如果你父母以及你自己的心已经定了要去北京，这个男孩再怎么都留不住，除非他跟你一起走。兄弟，你明白吗？明白了，谢了哥。我倒不想谈你是要去北京还是要留在哈尔滨。你之所以要出现这样的问题的困惑，其实是因为你现在已经感觉到男方对你的爱并不成熟。当男方没有得到女方之前，从早聊到晚，从来没有见到哪个兄弟的事情会影响你们俩的亲亲密密。一旦得到了你之后，你发现他变了，因为他现在自己知道他可以高枕无忧了。为什么对那些社交活动那么起劲呢？因为他知道一旦如果他不起劲的去维护他的社交关系，他会出局的。
但是他恰恰忽略了，如果在爱情当中，如果他不持续的对另一方保温的话，迟早你也会出局。现在毕业了，面临着两地的问题了，危机就出来了。所以小伙子，你要让自己的爱情成熟起来，知道吗？炫耀嘚瑟是要有度的，因为你过度的去炫耀，那就暴露自己隐私。情侣双方的隐私是自己的财富，也是对对方的尊重。你这点做不到，你就是不成熟。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女人会对那些特殊的节日那么热衷吗？其实，她们是要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激起对爱的一种补充能量，一种信心。她们是希望这种爱的感觉是持续一辈子的。而你没能给他们，他会觉得你爱的不踏实。送你一句话：炫耀要有度，兄弟要有戒，爱人必须要有心。如果你能证明给他看你有这颗心的话，我想去哪儿的问题一定会得到妥善的解决的。我问一下男方，你的朋友会跟你分享他们女朋友的内衣尺寸吗？不会。你每次在他们面前说这些时候，你们的朋友是什么表情？笑。你的朋友会不会在后来甚至是起哄，主动要求你说出这些？那样的有过。很多时候，其实你在你朋友面前是个小丑。虽然我肯定你们之间是有真挚的友谊的。我们经常逗小孩子说，昨天晚上你爸爸跟你妈妈亲热了没有啊？小孩可能会说，但只要大人跟他说了一次，说这是爸爸妈妈的私事，是家里的事，不能跟外人说，他下次就不说了。你连个小孩都不如。除了是炫耀之外，其实是你根本就不懂事儿，不知道什么叫秘密，什么可以分享。如果当你的女朋友的朋友、同性朋友、闺蜜知道你屁股上有块疤，当着你的面说出来，你作何感受？觉得挺丢人，挺没面子。再比如，你的女朋友和你约好了去哪个地方过哪个纪念日，她突然有事走了，把你一个人扔那儿，你作何感受？心情肯定特别不好，觉得。所以说你做不到将心比心，感同身受，你不会为别人着想。但凡是每一件事你站在他的角度着想，你就干不出来这些事儿。你比如说，我说话之前想想，这句话说了，我女朋友会不会在我的朋友面前尴尬？你想了，你就不会说。如果你想到我要是记住她的生日，记住我们之间的相识纪念日，跟她好好过一过，她就会很开心，你就不会这样子。你做不到感同身受，就是你太理所当然。所以再一次证明，男人得到的有多难，就会有多珍惜。所以那个去不去北京的问题根本不是问题，不过是一个态度和你脱离群体的一个征兆。刚才曲伟老师送了一句话，我也送了一句话：有些看似你拥有的东西，其实你未必拥有；有些看似即将要离开的东西，也未必要离开，不过是看你心里面有没有的。对于你来说，把不把握住，这一切的幸福在你手中。就这样。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我们一起进入黄金60秒。上学那么多老师告诉我这么多话，我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儿了。还有半年时间我们就毕业了，我希望这半年时间我能重新让你认识我，重新呵护你，重新珍惜你，给我一次机会。我真的舍不得你，我真的很喜欢你，很在乎你。咱俩在一起2年了，之前都是我一直在喜欢你。你说到要分开，我也很舍不得，但主要是你没有一个态度让我觉得我应该留在你身边。我也会好好做，让你重新认识我。就这一次机会，最后一次，原谅我吧，别离开我，求你。你让我想想，我真的怕你一想就真的走了，不赚回来了怎么办呢？我以后再去找谁啊？还有谁这么喜欢我，这么爱我？求你了，别走行吗？走了再追啊！你还爱他，你不去追他吗？回去吧，两位，请回吧。姑娘，你看被动多好啊！请关门。有人说恋爱啊，是练习着去爱，在这个舞台上，很多年轻人的爱情恰恰帮我们证明了这一点。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5、4、3、2、1，请开门。就是爱你啊！谢谢你，别离开我，我会慢慢长大的，跟你去北京都可以。平淡
吓我一跳。他从来没那样是吧？我选择再相信他一次。考虑好了哈，北京也去啊？去哪儿都去。来吧，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来有请。把那个戒指给这个叔叔。感谢杰里亚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套装礼盒。当你把这个送给他的时候，他们希望你对他说一句话，叫“爱要有你才完美”。我们要感谢东尼佩吉钻饰为本节目嘉宾来提供这样一个订婚的钻饰。接下来就是属于他们的时刻了，各位来，请见证。瑶瑶，感谢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一直爱着你的，重新珍惜你。嫁给我，你愿意吗？我愿意，但是希望你能说到做到。祝福两位，谢谢你们，请回。谢谢。谢谢主持人。